哇！我们这节目绝对赢，今天挺吓人的感觉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好多脸，是不是变了？你看过变脸表演吗？看过变脸吗？好吓人啊！我也好害怕。你看，你看。这就是哇，这就是周末的魔术。哇！蓝脸的大耳钉吗？蓝脸，对，这应该是。对。哇！太炫酷了！哇！好，也谢谢凤乐团，谢谢。我们先请老师跟大家做个介绍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曹群来。哦。我出生的是北京，北京，过去的祖辈是北京天桥的艺人。就是我以前有看过，就是变脸的那个表演，但是可能看过的过于简单，就没有这么大的装备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实话，就老师在表演的时候，我以为应该是年轻的小伙儿，因为动作，然后包括装备啊什么的，应该是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对。我今年是67岁。哇！但是您的动作应该是30岁的。我每天的工作加上运动，我是15个小时。15个小时。哎，15个小时，我是从小到大都这样，一直没有改变过自己。我这个变脸就是属于群派原创，有自己独创的内容在里边。对，是自己独创的一门绝技，难度比较大。就这个整个行头呢，全是我手工连绘画、设计、裁剪、粘接。整个所有的一切全是我自己设计制作，自己做的，哇，太神奇了！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服装，是好精彩。是啊，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吧？对，然后呢，就另外的话，我也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带的这个道具这么大，有多重啊？有多重啊？现在已经是最轻了，还有4、50斤。4、50斤。对。哦，老师，您这个让我想起这个3头6臂，您是怎么想起来就是做这个就是这么多头啊？因为啊，过去啊，在天桥艺人呢，他们在招揽游客的时候，他们会戴个面具，在这个街道啊、小胡同啊，在那儿奔跑，或者在吆喝什么，然后这个游客一看着挺新鲜，就跟到天桥这个场子里边来了。我这种变脸呢，跟传统的京剧变脸不一样的原因呢，就是在面具上面做文章，不是贴在我脸上变的。非常不一样，应该难度更大。对。您的父亲也是从事变脸艺术吗？我父亲呢不是完全专业是变脸，因为他们当时是天桥的艺人，也是天桥8大怪之一，是飞家族。也就是您也是看着您父亲的表演成长起来的。
对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经常爬到我父亲的身上，我就从腿底下一直爬到他脑袋上面，就做表演。那么您从您父亲身上学到了些什么呢？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和父亲在一起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哪一幕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？我父亲呢，他就是一个对这个文化艺术他是非常执着的人，也非常爱好。将近90岁了，他仍然精力非常旺盛。我爸爸的精神顽强到什么程度？他有一次表演飞杠，他那个飞杠两边距离啊是4米远，4米远的距离从两边飞过来飞过去，因为那个天黑了嘛，就是说我父亲就扑空了，就摔下来了，昏迷了有1年，谁也不认识，不认识人了。等慢慢的1年以后呢，他慢慢恢复了知觉，他仍然顽强的去恢复体质。还练他的盘杠。我父亲每天早晨起来的很早，3点钟呢起来就开始锻炼身体。哇，厉害！为什么还这么拼呢？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这个下一代能够有传承。您的孩子现在也在有这样的学习？我的孩子呢，现在是我的传承人。我们在上海申请了我这个变脸的非遗。其实老师，就你说到那个精神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你这么说，也非常尊重。我是来自埃及，我们也是文明古国。在埃及呢，有很多艺术，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需要传承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就每一个国家都有你这样的人，都带着这样的精神，我们这样肯定会留下来很多非常值得宝贵的遗产。对文化。你看，在国外也是，我们很多传统的东西，其实年轻人可能就不看了，觉得都见过。可能如果不创新，就可能这个艺术也不会是现在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每一次传承也需要创新，是不是？因为不管是科技或者民间艺术，它都有很多潜力，很多都可以去挖掘的。我喜欢取长补短，学习百家之长啊。学习完了以后，我再综合。也就是有创新的这种精神在里边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曹老师带来变脸这种不同的这种变化，不变的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、传播的这份初心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也谢谢曹老师。